得罪了师父。看来我还是高估自己了，方才在那边耗费了我太多力气。有我在，悟出相思剑之后，境界提升了不少。就算师兄来拦我，也绝不是对手。具体哪位师兄啊？哪个师兄都不。你怎么来了？世子爷，这2个人我带走了，他们不会再去锦衣王府的，你们回去吧。你是谁？凭什么命令我们？既然站着说话这么嚣张，那就躺下吧。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是来帮允哥的。只要允哥不死，他和文俊的婚约就还成立。况且他们两情相悦，理应是在一起的。你今天拦不住我，那就试一试。师兄也要试试吗？哎，误会了啊！这可是你们侯府的家事，我可管不着。你们打吧，世子爷，帮我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不，世子爷，得罪了。鼎之啊，要不要上来一起喝一杯？我赶时间，我也赶时间，还要赶去前院参加宴席。一杯酒的时间还是有的。婚宴当场，新娘自尽，应该没有什么比得过这件事，更能让萧若锦那样自负的人感到丢脸了吗？小姐，时辰已经到了，外面可有什么动静？锣鼓声都已经响了。不是问这个，我是说，婚礼一切还顺利吗？都挺顺利的呀，只等把小姐迎进礼堂了。半年，你等我半年，我会回来的。其实当时我也很看好你，一度我以为成为我未来小师弟的人还有你。差点成为师兄弟的情谊，也只够这杯酒了吧？你是叶将军的后人，我欣赏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鼎之啊，就到这儿吧，别打了。可里面有个姑娘在等我，我不想让她失望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那也得打了才知道。皓阙剑，位列剑谱10大名剑第8位，被人称为人间正气第1剑。但小先生今日这一剑，能否配上正气2字？权势、大局，真的要比他的意愿更重要吗？抱歉。
你比半年前强了很多。因为这半年来，我都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练了魔仙剑，是又如何？练魔仙剑会对身体造成极强的反噬，你还年轻，不该练的。你师父走错的路，你不该再走一遍。只要今日能赢，那便不是错路。结束。你太小看我了。萧氏一族，列国剑法。你以为你能赢？你修了魔仙剑，就证明你觉得自己不能赢。就因为你知道自己赢不了，所以才孤注一掷，兵行险招。羽生魔赢不了李先生的，你也赢不了我。定之啊，走，或者死。就这点本事，也敢跟你老子叫嚣？百里成风，又不是你成亲，你这么拼命做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年轻人在反抗大人的时候，得先想想，自己是不是有实力逾越这个坎儿。如果还没有，不妨再等等。还不够。我不想错过那一剑，我不想在最后一无所有时会后悔今日没有看过那一剑。就算你看了，也无济于事。就像羽生魔，终究打不过李长生。是啊，我觉得自己赢不了，所以我孤注一掷。但我和师父是不一样的，他赢不了，会去等下一次机会。我没有下次，我赢不了，就会继续想办法，继续想办法去继续赢。不动明王。再等等，喜欢的姑娘就属于别人了。我绝不会让他们达成肮脏的目的。东君，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女子，就算全天下都不同意，我也会与你一起提着剑打到他们同意为止。只可惜，她不是，你是替别人来抢亲的。可她不是别人，是云哥。你曾答应过要护卫影宗，可这师妹不应该成为影宗的牺牲品。不可！你已经使出了魔仙剑，若再使用不动明王，两大邪功同时激发，你随时会死的。我没有退路，反正我是不会走的，要么就死了吧。叶鼎之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素闻琅琊王萧若风，性格豁达，心存正义，乃是当今皇子中心胸最为宽阔之人。可这样宽阔的心胸，却容不下一对相爱的男女吗？这场婚姻是影宗和景域王府的结盟，我不能。
若是亲王得势，则天下不宁。所以，为了天下人的利益，就可以牺牲一对相爱的男女，就像我将军府一家的死，也是为了天下的安宁吗？抱歉，死吧！及时将至。小姐，若您再不动身的话，总管怪罪下来，我想再等等。小姐是在等什么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蝶。你会唱歌吗？会的。那首天启城最有名的坊间小曲《蝶恋花》，可会？绿芜流烟翠春暮，薄雾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明月不安离合，斜望到小船逐户。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。你赢了。叶鼎之，就算打赢了我，你也离不开天启的。你若是走火入魔，这一辈子都是废人了。放弃吧。放弃？我这一生都不想再放弃了。我绝不放弃，不死，不休。叶鼎之。叶鼎之，奏乐迎新人。糟了，他走火入魔了。我赢了。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吗？和方才一样啊，都挺好的。也好。不等了。一起走吧，别打那些鬼主意了。就算再给你10年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
可若是被百里东军知道，我还没动手就先认怂，岂不是会被他嘲笑10年？那你想如何？和他一样？我师父教了我一套枪法，我想用用。惊龙变！别变了。年轻人话多，主要还是打得少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这就要死吗？你难道不想有朝一日再回来打败我，把文君带走吗？输了就要死，简直是弱者的作风。还说要成为天下第一，这件事没有第二次机会。你确实是我影宗这几10年来最强的弟子，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强，但还不够。你要变得更强。把他带走吧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能放他出来。师父，是。这个臭小子，这个年纪就能拥有这样的剑法，天下第一，或许真的有戏。小杨，帮我把他带走，装进马车里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到。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要去参加婚礼吗？我得去，我一定得去。这场婚礼上，所有的事情应看起来是最正常的，正常的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若风，没事吧？哟，没事，兄长。快去迎接你的新娘子吧。太和16年，景裕王萧若锦迎侧妃义氏，帝心甚喜。太安帝念义氏书甚性诚，其父多年功苦勤勉，特赐恩典，平魏正妃。他也自尽。一切都要结束了。
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也想去尝尝那12盏的婚宴，虽然吃了也得吐出来。哎呀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更想去参加你的婚礼，有酒，有烧鸡就好。孩子，回家吧。走，出发。这里离王府太近，萧若风派来护送的这个人也不是个好相遇的。若我们直接下去抢人的话，恐怕……传信给吴相使，我们继续在这儿静观其变。昨日这婚礼啊，可真热闹。他们瞒姑瞒得可真好啊！义部和若锦不想让姑知道，是摸不准姑的意思，怕搅扰了联姻好事。至于若风，只有他是为了别人，为了他的哥哥，甚至是为了那叶云。姑这几个儿子里面，野心者有之，狠绝者有之。弘谋者也有之，唯有善之一字，只有若风才有。为君之能，这善字不知是福是祸啊。你觉得姑善吗？奴才多嘴。小善及人，大善天下。小善是好人，大善则贤君。贤君治世，盛世开启；好人当国，则是天下大乱。姑自认为无大善，便不留那些小善。而若风，他是不一样的。陛下，亲王觐见。宣。是。宣，亲王觐见。老二，今日怎么有空来了？今日本就不忙，只要父皇愿意，儿臣每天都可以来。今日不忙？可我听说你都没参加老三的婚宴。儿臣不去，是怕扫了三弟的面。你不去，还说怕扫了老三的面子。昨日儿臣原本打算去的，可忽然听说有人抢亲。这堂堂皇室婚礼，却遭恶徒抢亲，这要是让儿臣目睹了，三弟该多没面子啊！哎，姑怎么半点风声都没听到呢？怕是
有些人把这事压下去了。那这些人，真的是越来越不把父皇放在眼里了。行了，你且说说，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抢孤定下的亲事？还不是那个叶家余孽叶云，不光他自己抢，还叫上了他的好兄弟百里东军。当然有老九在，他们也掀不起什么浪来。百里东军，你的意思是最后老九摆平了这件事儿？这个，儿臣知道的也并不详细。影宗的那个丫头确实曾被许配给将军府，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原来还有这层关系在其中啊！他们人呢？消失了。不过后来有一辆镇西侯府的马车悄悄离开天启，马车上刚好载了2个人。你的意思是镇西侯府把他们接走的？想来也自然是说得通。毕竟镇西侯和大将军2人是生死之交，真是情真意切呀。2人生死相隔了这么多年，却还不忘护着那个遗孤。你错了。是孤、百里洛尘、叶羽3人为结义兄弟。儿臣失言了。醒了。现在是什么时辰？不用多想了。你已经昏睡了整整2日。你是谁？我与你一样姓叶，我叫叶笑英。但不过你别误会了，我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村庄，叫叶家村。我从小是听着叶将军的故事长大的，很敬畏。你是谁？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好，我再说仔细点。我现在是名百夫长，掌管着一个小队。这小队的名字叫叶子营，我起的。没错，我就是想让这个叶子营像当年的叶子营一样，叱咤沙场。别用真气了，再用你就真死透了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们头儿是个有钱人，他给你用了10几种灵丹妙药，10几日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了。不过我劝你不动明王，还有魔仙剑不要再用了。为什么拦我，却不杀我？哼，因为我们头儿是个好人呢。就是有个混蛋哥哥呀。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吧，我叫叶笑英，现在是个籍籍无名之辈，但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名将。你就别做将军了，可惜。你就成为天下第一吧。好了，他来了，希望你保重身体，日后还能再见。小少峰，一定很恨我吧？你觉得呢？就算我不拦你，你也没有机会赢，结局还是那个结局，只不过你就再也没有退路了。这便是你的理由？哎，你觉得天启城美吗？天启城，它被称为万城之城，是集天下荣华于一身的城。可是，越美的东西，往往越容易破碎。在有些人眼里，它的组成是32乐坊、64酒廊，豪赌天下千金台，冠绝北离常玉龙。可在我的眼中，它的组成
是一座皇宫，3座王爷府，5大监、钦天监、怀玉侯府，6部尚书府、太师府，明里巡视的金吾卫，深藏暗处的尹宗，还有城外驻扎的黄卫军。种种势力错综复杂，以至于很多时候，我都无法以自己的喜好评断一件事。要是人在朝堂，身不由己那一套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因为你说的对，人在朝堂，身不由己。我与其他皇子不同，自幼就喜欢混在军营里。叶将军当年教导我很多。叶将军遇难之时，那是我第一次随军出征。当我得到消息赶回天启城的时候，一切已成定局。我知道，当年东军崇拜的是我，而我也曾向往过你。你看，北离之北是蛮族，他们骁勇善战，民风彪悍；北离以南是男爵，他们刚刚实现统一，野心勃勃。而我们北离呢？最善战的将军被灭了门，最有威势的君侯远远地离开了朝堂。父皇年迈，皇子内斗，看上去繁华的天启城其实岌岌可危。这个时候，必须有人能够站出来，稳定局势。你想成为那个站出来的人？不是我想成为，是我必须成为。我们的出身没有其他皇子高贵，背后并无大势力支持，所以我们只能去寻找一些别的势力结盟，比如嬴宗。这场婚姻本就是双方势力的一场结盟。鼎之啊，我也想帮你，我也想拔剑与你站在一起，但是我不能，因为我是琅琊王，我是北离消失的琅琊王。我知道，归根结底，是我们的利益毁掉了你们的幸福。我与你有愧，但是鼎之啊，人生在世，谁又能真正的做到问心无愧呢？叶云叶将军一事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为他翻案的，也为你们整个将军府沉冤昭雪。那么，再见了。希望从今往后，你能好好的活下去。你以为你说那些，我就能对你心生同情吗？其实你说的，我都懂。毕竟，我原本就出生在将军府，这些个为了所谓的大而舍弃小的事情，我见过不少。甚至，我父亲当年可以犯，却也为了所谓的大义，选择赴死。我虽然明白，但我却不认同。
护着一个叛党后人，叶小英，你可是想造反？叛党后人当初闯入天启城的时候，你们都不来，如今人受伤了，一个两个全来，当真是有趣的很呐。王爷，你们回去告诉他，为了朝局稳定，我可以与昔日的好友背道而行，也可以强行散人姻缘。我不惧世人如何看我，但是可以，不代表我认同。叶鼎之的生死是我的底线，我不同意他死，除非我先死。滚！撤！头儿，这些都是你那好哥哥的人吧？萧英啊，我这样是不是很让人讨厌？讲真的，你是为了大义。在我看来，你的这位兄长和亲王和长皇子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。虽然这话不中听，但是我得说给你。王爷，技能冲天，何不为龙？你知道的，我们都会帮你。王爷，退下吧。是。来人，王爷有何吩咐？去太医院给王妃寻一副药，一副能在人睡着之后无知无觉的药。是。吴相使，公主回来了。北阙已经消失很多年了，吴相使也不必再唤我这声公主。这句话包含了太多重的意思啊，公主。看来吴相使已经有所耳闻了。想必公主有许多话想要与我说，可我不想听。就请公主殿下在此好好想一想吧。吴相，你想要造反吗？背叛了北阙才是真正的造反，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。我希望公主在这些天里能够想明白这一点。
小姐。齐轩，是你吗？小姐，有时候我还真是琢磨不透你。你说你是聪明还是傻？有些道理跟我讲就算了，我读书少，好骗。你跟吴相使讲什么道理啊？说输了要被责罚，说赢了，直接就被关了。这你可就错了。这次我还没说，就被关了。小姐现在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？可是我终究要回来这么一趟的呀，这样我才能问心无愧。那小姐对我有没有愧？我又要想办法救你出去了。齐轩，你不必为我以身犯险。那小子呢？那小子现在在哪儿快活呢？他现在估计在天启城见到他的师兄们了。他这个酒痴，估计又是醉了。侯爷，东军呢？就在马车内，但是奉了世子的命令，绑了天龙锁。立马把天龙锁解开。是。公子，侯爷在等你。东军，你辛苦了。爷爷，这一次是你父亲下了狠心。爷爷，我曾经答应过他，镇西侯府从此以后所有的事，让他来决定。你父亲说要把你关起来，直到他回来以后，你可有不满啊？东军没有任何不满，全听爷爷和父亲处置。东军只有一个请求。你说。我不希望关在镇西侯府的后院，我在乾隆城还有另一个家，请爷爷把我关在那里。至于我的这位朋友，在他伤好之后，还请送他离开乾隆城。好。多谢爷爷，东军给您添麻烦了。哎呀，能有什么麻烦？你起来再说，你起来再说呀！来。你的事，爷爷我都知道。爷爷觉得你没有做错。要是爷爷当年能有你这样的少年勇气，那叶雨有可能还能活到今天。东军，你放心，所有的事，爷爷我担着。我不会像叶雨那傻子一样。要是谁敢动我的家人，我要他好看。爷爷，师父，我回来了。
镇西侯府要把百里东军关到什么时候？这是我们侯府的家事，就不必智慧司空公子了。司空公子，还是走好自己的路。今日再不出黔东城，明日可就不给你这个机会了。哼！素闻镇西侯当年在战场上骁勇善战，令人闻风丧胆。今日一看，不过尔尔。百里东军不过是为凶拔剑，一不曾杀人，二不曾作乱，何至于把他软禁起来？镇西侯功勋之大，难道怕一个小小的景誉王？信口雌黄的小儿，滚！我滚你个头，滚！你再骂一句试试！我还会再回来的。等我成为你们口中枪仙的时候。子姐呀，风姑娘今日还是不出来弹琴吗？二爷，你每日都来问，我都不好意思回你了。哎，姑娘这些时间心情不太好，您怕是还要再等等喽。没滋味儿啊！百花楼越来越没滋味儿了。这位可是千金台的涂二爷。是，在下涂婉。我家小姐有请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家小姐有请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嘿嘿，诸位，今日我高兴啊！全场所有的账单记在我涂儿头上。谢谢二爷。风姑娘，在下涂婉。涂二爷坐。哎。喝茶。啊。涂二爷，茶叶。嘿，姑娘见笑了。不知姑娘突然叫我，可有什么事情啊？二爷是千金台的二当家。哈哈。我虽然很少出门，但对千金台的大名，也是素有耳闻。哎，那是自然。我们千金台啊，可是很有钱的。只要姑娘愿意，我可以把这百花楼都买下来送给姑娘。这倒不必，我只是觉得，千金台在天启城中的势力这样大啊，应该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。听姑娘的意思，是想打探一些情报。情报不至于，只是我听说，前几日有人在天启城中纵马。他们说，是随李先生一起游历的学堂小弟子百里东军，他身边还跟着一位拿着枪的少年，只是第二日就没有人再见到他们了。姑娘是想知道，他们此行来做了什么，尤其是那个拿枪的呆子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不懂他有什么好的。看来姑娘心里还是放不下那少年。二爷，您愿意告诉我吗？这此间的密文若是乱传的话，那可是杀头的大罪。要是姑娘问起来的话，那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嘛。嘿嘿。以后涂二爷来听曲儿，留雅座，不必提前到。哈哈哈，姑娘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二爷请讲。这毕竟是杀头的大罪，我只能在姑娘耳边低语。大胆！
可以。得罪了。知道我是谁吗你？姑娘，他是来相亲的啊，你放心，人没事儿啊，就是受了点伤，牙做的事儿，再上上心啊。混蛋，回都回来了，竟然去抢别人的亲。看来这金龙变还得是要害才行。等我成为天下第一，让我回来。成与不成，都在一念之间。您又高深了，我读书少，听不懂。你是有慧根的，有机会听不懂。我是在想，倘若叶鼎之真有成为天下第一那一天，那必定是很多年之后了。到那时，他再去天启城找他，又有何意义呢？吴晨，要出发了。来了！师傅别催啊！不是师傅要催，是晚了咱就赶不上了。嗯，嘿，您这是要走了？那么，再会了，走了。再会。再会。师傅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等等我呀！走。萧若风把叶鼎之看得可够严呢，不仅有亲信守护着，连走了也要派个老东西跟着。二小姐，看来现在还不是带走叶鼎之的时候。派人跟着他吧，看看他到底要去哪儿，徐徐图之便是。我想要的东西，还没有我得不到的。师傅，我坚持不住了。这么一个小行囊，你就坚持不住了？师傅，我是想的，我背着这个行囊要走好几百里路，然后我就坚持不住了。我们修行者还怕这点苦？我们修行者，这也不能吃，那也不能吃，怎么苦就需要吃了？哎，你觉得你说了这么多，师傅就不走了啊？哼，师傅的脾气比山下那头大黑牛还要倔，
说走肯定走。那你还说什么呀？说还不让人说了？吴晨啊，你知道我们要去的那座山底下有座姑苏城吗？那又怎样？能比得上天启？天启城里好玩的，我可是见了多了。虽然这姑苏城不比天启城大，可是要比这天启城有趣的多了。春日街头，卖花、斗虾、跳板子、演杂耍，你喜欢的都有。而且啊，那里的糖葫芦是特别的好吃。等到了，师傅就给你买2串，一串吃，一串看。你说怎么样啊？那还用说？师傅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阿玉，阿玉，等一会儿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。父亲放心，自然不会太过火。父亲大人，我回来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有话好好说啊！你说。我是给你下个3寸灰好呢，还是5缸死好呢？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不是说好不要太过火的吗？我让你去天启城参加婚宴，让你打儿子了吗？让你把儿子带回来关禁闭了吗？他抢个亲怎么了？你不抢亲，现在能有他？不是，你不是老骂他没出息吗？他子承父业，你还不满意了？你现在就去把他给我放出来！不行啊，夫人，现在灌他些食，将来对他的成长很重要。他已经不是个孩子了。好啊，那我也让你成长成长。三寸灰，夫人莫冲动啊！你们夫妻俩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啊，我可是等着成风，不想看你们打架。啊！我晚上在后院等你。我今晚睡兵营。行，那你以后就都跟我在兵营待着。吓死我了！啊，爹，你也不管管，刚才你儿子差点让他打死。东军这脾气都是他给惯的。还有你老子我惯的。天启城抢亲，东军帮的那个人，真的是叶兄弟的后人吗？我私下问过琅琊王了，身份确认无疑，的确是当年叶家被灭门的时候侥幸逃出来的小云儿，他现在改了名字，叫叶鼎之。叶鼎之，这名字好啊。没想到叶兄弟去世了这么久，竟然还有后人留在这世上。是啊，要不说苍天有眼呐。他现在安全吗？琅琊王说已经派人将他秘密送出天启，承诺我保护他周全。帝王家说的话不可尽信，我看我们还是要暗中找些人保护他。毕竟当年我们救不了叶兄弟，最起码我们现在能保住他的血脉。儿子明白。不过，儿子心里告诉自己，萧若风这个人是值得相信的。他可以相信，那萧若锦呢？如父亲所言，是帝王家的人。琅琊王天纵之才，也算是有人得，但往往这种人，无心地位，只有锦玉王这种人，
他在急于夺取权力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是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他一下？我倒是第一次看到东军能待在一个地方这么久。算了吧，估计他不太想见我。如果你不出手，他跟那小云儿必死无疑。你呀，最起码得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啊。都是些孩子，说了不听。孩子，我好像听到刚才有人说，他已经不是孩子了嘛。你呀，吴禅呐，师傅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都记住了吗？哎呀，不听，王八念经。哼，我是王八，你就是个小王八。哼，师傅你也不拿出个地图，我们就这么走，我们能走到那古都城吗？不急，还有要事要做。呀，是他，他不是在我们院子里住了好些日子？听说抓住是要被杀头的那位吗？这么巧啊，叶少侠也在这里。既然相逢，不如同行。相逢，说的倒是冠冕堂皇。素闻忘忧老人修为高深，不履俗世，这什么时候竟成了北离皇朝的鹰犬，信着跟踪之事了？你跟了我这一路，到这里，也该是个头了吧？叶少侠此言差矣，老朽就是因为不喜欢天启城，才远行遁走的。只是这路上着实无趣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所以希望能与叶少侠同行。希望少侠能够看顾我们老幼一二。师傅，你没说过要和他同行呀？别说话。可我又为什么要与你同行？呦，吓死我了！有趣，师傅不会武功，徒弟倒是个未来的高手。嘿，叶少侠说笑了。哼，我不需要什么同行之人，我自己的路，我一个人走。叶少侠莫急。你还说不会武功？叶少侠，老朽可真的不会武功，能躲，能跑，还能什么呢？果然，般若心中落。我还会困。师傅。叶少侠，还是与老朽同行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魔仙剑走的毕竟是魔道，从前叶少侠心中坚定，故而无妨。可如今少侠心有所求，却苦而不得，所以心境自然就不稳了。
心境不稳，屏障破碎，魔念便会侵蚀入体，也就有了如此结果。这就是老朽为何执意要与叶少侠同行。只需2年，2年过后，叶少侠的心境稳固了，便不怕魔功反噬了。为何帮我？我们修行中人，不是要讲究同舟共济吗？我见到叶少侠，而叶少侠又正巧有难，便就帮了，又要什么理由呢？实不相瞒，叶某此行没有目的，更不知要去往何处。我原本以为我能带他逃离天启，我们一同回男爵。我在那儿有一间草庐，四周有竹，有山，有水。我们一起过逍遥自在的日子。姑苏城外有座山，那里正适合我们这样的隐士修行。我此番前来，便是要往那里去。姑苏城是座好城，山也是座好山。既然叶少侠不知前往何处，不如就随老朽一起到那里去吧。那里离天启城很远，没有人会打搅你。只需要2年，对吗？最多2年。2年之后，我的魔仙剑便不会再反噬。不但不会反噬，还能更进一个境界。好。师傅，原来你真的很厉害呀，居然能凭空变出一口大钟来。那师傅，你能凭空变出一根糖葫芦吗？不能。妹妹，你回来了。是，我回来了。不过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听他们说了，你打算放弃复国之事。你骗了我，背叛了我们。妹妹，姐姐。你好无情！你难道已经忘记母后的死了吗？我没有，正是因为我见过了母后的死，经历过了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，我才不希望这种事情再降临到别人身上。战争。那需要无数无辜的生命去填补，故国已不复，我们为什么不重建一个新的家园？你不过就是喜欢上百里东君，你就是为了一己之私，不要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。是，我是喜欢上了百里东君，但这与我的决定无关。
你以为我会信吗？在你心里，儿女私情这种缥缈的感情，也值得用生死去托付吗？月瑶，别说笑话了。于他而言，你就是个骗子。就是个有着国仇家恨的仇人。我们的感情当然值得用生死去托付。妹妹，那是因为你还不曾遇到。就算是生死托付又如何？最后还不是无能为力。你说什么？你的百里东君帮他的好朋友叶鼎之抢亲去了，不过最后失败了，现在下落不明，怕是已经死了。东君，要是有个人能来陪我就好了。要不我先去打呼一下师傅给我留的那把钱。怎么，这就耐不住了？听你的声音，似乎刚睡醒的样子。世子爷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我就好奇，这次你一声不吭，乖乖领了罚，在这里待着，是开窍了，还是想和我斗气？现在看，都不是。你是想找个地方来偷懒？谁偷懒了？我这又练琴又练剑的，有本事你进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谁要跟你比划呀？我来这里是要问你，为何进你的族？你想清楚了吗？因为我是为我的朋友抢亲，而我抢亲的对象，就是天启城里的王爷。我姓百里，我不能只为自己考虑，我身后还站着整个镇西侯府。放屁！我看你跟李先生学的，都学到狗肚子里了。云儿是你儿时的挚友，是你长大后生死之交的兄弟，你帮兄弟抢亲，这件事本没有错。就算如你所说，会连累镇西侯府，你依然也没有错。如果我们行在世间，只为了功利虚名而蝇营狗苟，那还算得了什么好汉？你错的只是你自不量力。自不量力，就是你做了自己还做不到的事情，却承担不了失败的后果。不过你倒也不愧是我的种，你老子年轻的时候也抢过亲。当年我要娶你母亲，
但你外公不同意，因为已经将你的母亲许配给岭南许家的长公子。于是他们成婚那天，我便去抢了亲。当时你爷爷也不支持我，你爷爷有千军万马，却任由我一人一剑去抢的亲。但没关系。 从许家的长公子到许家的掌门，到许家的供奉，一一倒在了我的剑下。我能够带走你的母亲，除了两情相悦，还因为我有这个实力。而你有实力吗？这才是我关你在这里禁足的真正原因。你也知道，如今的泰安帝已不是当年和你爷爷与叶羽将军同生共死的兄弟了。曾经的义气。 哪能抵得过被权力冷硬的心？所以你爷爷一直不希望你掺和进这复杂的事情中去。但你既然自己选择进入，那就要做好准备。朝局无情，但我们却要有情。你随时可以离开这里，只不过如何？告诉门外这些士兵，你准备好了。只有一次机会。我可不是什么闲人，没时间经常跑到这里找你聊天。反正你记好了，若想提前出去。 就让人给我带话，我很期望你来找我的时候，能让我看到你真正的能力。世子爷，臭小子，不要再这么叫我，我是你爹。百里成风，你个臭小子，你！老爹。 多谢你，多谢你能和我说出这番话。行了，你个臭小子，好好练功吧你。嘿。 嘴硬。来看你喜欢哪个呀？好，这个好看是吧？去买这个。哎，叶大哥，你等等我呀！叶大哥，你真好。叶大哥，你做我的哥哥吧。哎呀，我不要师傅了。叶大哥，叶大哥。王佑前辈，您久居暮云山，纵观天启城，我想问您一件事情，不知您是否知道？你是想问你同伴们如今的去处？是。当日，我原本想为琅琊王，奈何心中咽不下这口气，便没有开口。后来想在路上打探，却发现我去抢亲这事儿没有传出半点，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般。 你的几位朋友，洛清扬被影宗带走关了起来。不过他是影宗宗主最得意的弟子，也是皇上钦点的未来护卫。等风头过去了，一宗主应当会把他放出来，只是或许会给他定下某些协议。百里东军则是被他父亲百里成风带回了黔东城禁足，司空长风也一同被带去了。不过目前。 司空长风已经离开了黔东城，正在四处磨砺。我以为您最多只知道他们在天启城中的结果，没想到您连他们之后的踪迹也了解得这么清楚。哼，是树上鸟儿告诉我的。真的，我师父能跟鸟儿说话。不对，不仅是鸟儿，山禽走兽。 虫鱼花草，我师傅都能坐在那和他们说一下午呢。那是你师傅骗你呢。你师傅在骗你呢。
我师傅从来不说假话，除了每次说给我买糖葫芦是骗人的以外，其他都是认真的。说我们在天启城中闹出这么大动静，都能被全然压下，那是不是文君的也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不知道我已经来过，更不知道我甚至已经达到了见玉皇府。我是说真的，我师傅真的能和鸟儿说话。安静点儿！啊，师傅，叶大哥又开始了，他为什么总是突然这么凶啊？因为他以后要做的事啊，可能会有通天之祸，他不想祸及身边之人，只能把人推远了。还是听不懂，叶大哥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一念成魔呀！你也又开始了。我们还要多久才能走到啊？我都走累了。不出3日，应该就能到了。不过你累什么累呀？没走几个时辰你就睡一觉，我看啊，一点也不累。好吧，那就算我勉强不累好了。谢谢师傅陪我。不是师傅，是叶少侠。叶大哥，哎，叶大哥，叶大哥，叶大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叶大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嘿，嘿，起看。叶大哥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叶大哥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叶大哥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？因为他无牵挂呀。小姐，齐轩，齐轩是你吗？是我。齐轩，我听青儿说，百里东君此次去天启，因帮叶鼎之抢亲失败而下落不明，可有此事？小姐知晓的倒是很快，没错，几个年轻人想在王爷大婚之日抢走王妃，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。他还好吗？看来，小姐确实是动了情。放心吧，据我得到的消息，他已经回到了黔东城，被他的父亲百里成风关了禁闭。齐轩，多谢你。齐轩，你等我片刻。小姐，可以吗？小姐说的每一句话，对我而言，都是务必执行的命令，无需问可以，或是不可以。齐轩，对不起。你以为你做的足够隐蔽，但是，你我相交这么多年，你瞒得了别人？
瞒得过我吗？你要拦我？吴相使有令，让小姐禁足3年，静思己过。如果你们现在回去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吴相使，齐轩，子雨姬，你效忠的到底是岳氏，还是吴相？小姐，请您回屋，静思己过。小姐，快走。齐轩，可你走。我从未想过，有一日，你拔剑指向我。我亦从未想过，有一日，我会拔剑指向你。现在把剑放下，随我一同把小姐带回来。此事便能当没发生过。雨姬。你我自小一同长大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雨姬，放了小姐。把我抓给吴相使，所有的罪责由我承担。滚！齐轩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我当然知道你是不会背叛小姐的。那难道你觉得我会背叛你吗？小姐也是我的小姐，而你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小姐，该走了，再等下去就白白辜负了白发仙大人。小姐，小姐。是白发仙大人。小姐，齐轩，小姐，快走吧。你不与我们同去吗？
进。子羽姬放走了小姐，前来向尊师领罚。你可知你要领的是什么法？我知。男爵传来消息，我们那边的据点出了点小问题，你去解决一下吧。子羽姬，领命。尊师，男爵那个据点不是都打算放弃了吗？那边都是对手的埋伏，此后我们再派人过去，无异于自取灭亡啊！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就让他作为一位弃子去死吧。王幽前辈。前辈，请。叶少侠，前辈，我去城里找间客栈便好了。叶少侠难道2年都要住在这客栈之中？那片农田是谁的？归我们山门所有。可否？叶少侠，请便。那我就在这个农田边截路而居了。何必这么麻烦？我见别人太多，自己又什么也没拿回来，不想继续欠了。我不爱吃，你留着吃吧。你真不吃啊？那我吃了。你吃呗。嘿，哦，对了，我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师傅说他毕竟不能时时陪在叶少侠身边。哦，还有一门本家剑法。长久习练能帮叶大哥修补心念，嘿嘿，他让我来教你。哦。嘿，可看清了？一招不落。这么厉害？难道叶大哥剑术很高？想看？把这些叶子往天上一丢，你能都打中这些飞叶吗？你可以试试。来啦！
糖葫芦。啊？这是糖葫芦啊？嗯。王妃又在发呆了。是啊，她也算咱们王府最得宠的人了，可是每天冷着张脸，没有一丝活人气儿。太医，请稍待。有劳。王妃，太医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准备脉诊和帕子。是。我与王妃把脉。其实能有什么？最多是染些风寒罢了。王妃这几日可是经常呕吐，食欲不振。是。可是有何不妥？王妃脉象如珠般圆滑，有力而回旋，快速而不滞，是喜脉。恭喜王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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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脉。王妃这几日可要事事注意身子。王妃，不可！你说，上苍为何如此待我？王妃有喜脉，当是喜事啊。叶少侠心魔难除，不如放弃这魔仙剑。王佑前辈，难道我的心魔是因这魔仙剑而起的吗？徒儿，我不让你看，是因为这是至死才能挥出的一剑。这绝世的强大，只是为了不留余地的最后一瞬。师父！如果我不能同他携手离开，
那能否凭着至死的一剑，来换他的自由？叶少侠，王佑前辈，这次又多谢您了。您安心，求死一剑，我是不会用的，因为这一剑，只有到了真正用上的那一刻，才能动。既有生路，何负死路？何为生路？放。不。王佑前辈，早些休息吧。谁？好久不见了，叶鼎之。你又跟来了，你还来做什么？当然是来嘲笑你啊，嘲笑你自不量力。不过也来祝贺你，去了一趟天启还能活着回来。只是没想到啊，失败了一次，就跑到这种地方龟缩起来，真是废物！哎，你还在无谓的坚持些什么呢？那老东西既然会劝你放下，那说到底，他就算不是景域王的人，也是向着天启皇城的，而我。不但不会劝你放下，还会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的东西，我自己拿就是。你还是走吧，我们终归不是一路人。那谁和你是一路人？在最西边的地方，有一个曾与我同路的人，只可惜。我连累了他。也不知道云哥现在怎么样了。还是希望小师兄能护住他吧。琴谱，师傅留下的。小姐，等了几日，终于等到这琴声奏响了。是啊，就是有些难听。看来他也发现你悄悄留下的琴谱了。
过少主。你们果然也跟来了。我师父已经死了，你们已是自由身，不必再称我为少主。主人对我们4人有救命之恩，我们发过誓，此生侍奉主人与少主。少主一直未曾召唤我们，我们也不敢轻易出现，只好悄悄跟随。虽然我们4人武功不济，但只要少主有需要，我们4人必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罢了，起来吧。我找你们，确实是有一事相求。少主，请说。我担心一个人，你们能不能暗中潜入天启，帮我打听打听，他过得好不好？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经了这一遭，我们欠天外天的养育恩情，也算是还清了。管家，管家，琅琊王来了！王爷。 我家王爷去了银都，人不在家，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王爷，现在只有您能帮老奴啊！卞总，别说，现在情况如何了？我家王爷娶的王妃武艺太高，我们也进不去，就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啊。早就劝过皇兄了。 嫂嫂，小心！谁是你的嫂嫂？你如何不躲了？李先生最厉害的弟子，难道躲不过我这一掌？若是若风挨下这一掌，嫂嫂会更开心一点吗？况且现在…… 你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讨打的吗？听闻嫂嫂有了身孕，特地来探望嫂嫂。有身孕的又不止我一个，琅琊王却特来看望我，是怕我一时想不开，一气之下杀了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吧？嫂嫂，成婚是一回事，有了孩子。 又是另一回事。嫂嫂心中始终耿耿，若风
实在不敢怠慢。你可以走了。我易文君没你想的那么决绝，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软弱。那这个孩子，嫂嫂会生下来的吧？至少，我不会主动毁掉它。不过，如果老天有意带走它，我也不希望有人拦着。你可以滚了，滚！若风，多谢嫂嫂。他倒是有个好弟弟。抱歉啊。进。二小姐，有急报。吴相使传了消息过来。易文君怀孕了，好一个心上人呐！你这般关心她，她就和她心爱的夫君孕育子嗣，被翻红浪了。好像。师傅这琴谱果真不一般，将武功藏于琴音之中，不愧是师傅。大风西去，云飞扬，微家四海西，归故乡。只是初看琴谱几日，便已了然在胸。我百里东君为何如此优秀啊？真是不要脸！若是能逗瑶儿一笑，我要这脸又有何用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想我了？是来教你一门功法。原来这琴谱是你留下的。没错。但是，我现在有点后悔。为什么？我出入洛川客栈那一日，客栈本是爆满，只余一间空房。但今日我从客栈出来时，客栈却已空无一人。你猜是为什么？客栈死人了？不，是你的琴太难听了，把大家都难听跑了。客栈老板本来想告到官府，可带人一去，只见那边重兵把守，那些兵士们一个个也都难以忍受的模样，所以就只能作罢了。真就这么难听？果然是天下四琴之一的九霄琴啊！九霄风起惊雷现，长龙卧春千年眠。西楚如仙纵横江湖，一琴一剑一袭白衣，引得不知多少绝世女子为之倾心。我虽没见过，却也十分神往。我师父当年真这么风流？天启城32乐坊，64名绝色乐姬，有40个爱他爱得要死。你说风光不风光？原来你们女子
都喜欢这样的。一把琴，琴中藏剑，琴声起，长剑出。有什么样的女子，才能不为这样的公子倾心呢？好，为了你这句话，这琴我学定了。哪句啊？让女子都为你倾心？那倒不用，有你为我倾心就够了。不过什么？少年闭目乱弹琴，也是很风流的。轻一些。好蠢笨的剑法，好蠢笨的人呐！我今日闻得一件北离皇城中的趣事，不知道叶公子有没有兴趣听听呢？不感兴趣。你听都没听呢，就说不感兴趣？唉，狼心似铁呀！不过短短数日就忘了旧日所爱吗？我原本以为你感兴趣的很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与其说是一件趣事，倒不如说是一件喜事。你们北离真是有福啊！皇帝生皇子，皇子生皇孙，世世代代，国祚绵长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那位隐宗宗主之女，景誉王新晋的侧妃懿文君怀孕了。你发什么疯啊？我知道了，你是疯你自己在这儿情深不悔，可他却长夜难耐，跟他真正的夫君被翻红浪，郁郁子嗣。闭嘴！我就不！他身为人妇还勾引男人，你明知道他身为人妇还对他念念不忘，你们就是一对奸夫淫妇！陆。